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已经学习了维也纳华尔兹的左转、右转以及变换步。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维也纳华尔兹最后一种基本舞步团团转 Flicker。维也纳华尔兹团团转最常见的是右转，以反向抑制步作为导引，然后进入右团团转。我们先来看吴洪博、陆婉婷两位老师的演示与讲解。我从 check 开始 ，and check， 4、5、6，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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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2、3、4、5、6，1、2、3、4、6，1、2、3、5、6，1、2、3、4、5，1、2、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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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4、5、6。外缘、内缘，对吧？那么不管哪一步都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来说一说脚内，这个全部都是这样的啊。只要右脚走，都是脚外缘和重心踩上去。那么左脚不管哪一拍的，只要你用左脚了，一定是内缘内扣的，外翻和内扣的。那么我们再来继续说，你的脚什么时候用跟着？这个很重要，男女士都一样。我现在大家记住啊，我现在所说的男女士是一样的，不分男女士，因为这个动作除了男女士，我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男女士的顺序是颠倒的，其他没有不一样，好吗？我们来说一说。那么我们在步伐大家都知道，男士是前前前旁后交叉还原，对吧？那么我们先来说前前前前前前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是用脚掌、脚掌、脚掌。但这我所指的脚掌，不是说你要立着脚后跟这样踮起来，不需要踮起来。大家记住，跳原地转的时候，这个原地转不需要踮着脚跟，不需要把脚踮起来，你不需要这样立起来，像华尔兹一样这样立起来，不需要。你全脚着地，全脚着地。但是每当你走一步出去的时候，先一定让脚掌踩到地上，你不能整个脚这样咔落地上，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别真的像走路一样了，千万别真的像走路。你是脚掌先踩地，脚跟也会挨地，但不要踩重量。也就是说，你的脚跟落地的时候没有带重量，重量都要压在脚掌上，但不用立起脚后跟。也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平的状态去跳这个团团转。也就是说，大家再看一次啊，大家再看一次。我在走的时候，我前，掌先踩。掌踩，但脚跟落地不踩重心，脚跟不踩重，脚掌踩重心，还是掌，大家看到吗？我3步向前都是掌，都是掌。那么向旁这一步就有讲究了，向旁这步一定是用脚跟，并且因为我刚才告诉过大家，你的左腿属于外缘，外缘要用外圈。属于外圈，那么外圈你就要内扣，所以内扣的时候就涉及到你的脚是用到内缘，有大拇指内侧和脚内侧。那么这个时候你脚跟，记住向旁这步的时候，一定是用脚跟的内缘和大拇指的内侧，先是脚跟，那就先脚跟，然后是内侧着地，内侧大家看这是全脚，这是内侧。脚内扣和内缘落地，看到没？内缘和内扣落地，到达重心以后，我再通过我的右腿交叉，记住是大腿，大家记住别小腿交叉，不是这样，小腿交叉了，是大腿。那我2个小腿是分开的，大家看到了，我的2个小腿是分开的，是大腿在交叉，不是小腿，小腿一交叉变成锁步了，不是锁步，大家搞清楚。大腿交叉是交叉步，小腿交叉是锁步，千万别跳成锁步了，不是锁步，是交叉步。所以我在跟用完以后，大腿去交叉，小腿分开，明白吗？膝盖以上的大腿在交叉，小腿是分开的。这个时候，我通过前面的掌，大家注意看，前面用掌。别用跟，前面用掌，后面呢，膝盖刚才告诉过大家，这是内圈，对不对？所以你要外翻，
那这条腿是外圈，你要内扣，从外面的你要往里来，对不对？外面的你要越靠外圈的东西，你要越往里面来。所以外面这条腿你要内扣，所以这个脚外圈内扣，内圈的腿外翻。哎，你看这一下转过来了，我是不是就回到了起步位置，起点？那我就可以重复了呀，重复，1、2、3，掌，这个大家都知道，掌，但是这个掌不需要大家立脚跟，然后跟内缘，大家记住，脚跟内缘一定要横过来，把身体，为什么告诉大家是旁？旁的意思是你的身体要横过来，然后大腿交叉。原地就是这个转啊，不要走步，这个是原地转，看到了吗？而且我在第6拍的时候，第6拍和第5拍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有关联？大家记不记得第5拍？我刚告诉大家，大腿交叉，我的大腿在交叉。那么交叉完了以后，大家看看我的右脚是脚掌踩在地板上，脚后跟是立起来的，但重心腿没有。那么我在转的时候，就让这条腿是不落跟的，直接转过来，是不是就已经这条腿是移动腿了？那直接走就好了呀。它是移动腿，那不就是为了要走吗？移动嘛，那就掌，然后跟掌全脚交叉大腿，原地轴转，再重复掌。跟掌内缘横向身体，大腿交叉，原地转，还原。我们这个原地转其实就是还原。重复 ，and 掌，2、3，1、2、3、4、5、6，1、2、3、4、5、6，这样就可以慢慢熟练了以后，你就慢慢转起来了。而是从 check、contra check 起来撇转，这个时候陆老师是正好跟我是对向的，看。我是右腿准备，他是左腿准备走，对吧？那这个时候，陆老师先做什么？大家告诉我，你心里不用打字，你心里想就好了。心里想是什么？先是旁，所以旁用什么？旁用脚跟内缘，看到了吗？旁用脚跟内缘，然后踩下去以后，大腿后侧交叉以后不要走步，一定是用右脚的脚掌顶着地板，把左腿转过来。顶地板，原地转，对。这个时候看陆老师在什么？左脚重心，左腿重心，右腿是点地的，脚掌的点地的。然后再继续，掌。虽然我喊的是掌，意思是告诉大家，你落地的时候那个重量在脚掌上，不需要把脚跟踩下去，脚跟呢也不需要立起来，像华尔兹一样，就是全脚着地，但重量在脚掌上。所以我告诉大家掌。那么掌以后呢，大家看陆老师这个脚非常标准的，他会把右脚外翻，大家看到了吗？陆老师右脚脚尖是外翻的，他没有内扣。陆老师做个内扣，这是错的，一定是脚尖外翻，哎，这是对的。然后掌以后，大家记得向前3步是掌，那么向旁呢，一定是什么？脚跟，然后内缘落地，然后这个时候大腿后侧交叉，然后用你的后面那个脚掌顶着地板，脚后跟不要落地，用右腿外翻，左腿内扣，转回来，再可以重复。掌，跟掌交叉还原。掌，跟掌交叉还原，4、5、6。然后大家注意看，陆老师先向旁后交叉的，所以他就不会用向前掌，一定是脚跟先，因为你先向旁的。大家记住，向旁内部一定是脚跟，千万别用掌。跟内缘掌交叉还原，再重复掌，旁跟后交叉还原，再掌跟掌交叉还原，掌旁跟掌还原。1、2、3、4、5、6， 1、2、3、4、5、6，对，好。那么我从 check 开始，check 4、5、6， 1、2、3、4、
4、5、6，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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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4、5、6，1、2、3、4、5、6，1、2、3、4、6，1、2、3、4、6，1、2、3、4、6，1、2、3、5、6，1、2、3、4、5，1、2、3、4、5、6，1、2、3、4、5、6。下面的视频是马艳艳老师讲解维也纳华尔兹团团转与华尔兹团团转的区别，以及跳团团转需要掌握的要点。8大要素哈，跟华尔兹团团转是2个概念哈。刚刚我有讲华尔兹的团团转，其实团团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口语化的说法。维也纳里面是叫 Flicker， 而在华尔兹里面是叫 Standing Spin， 就是站立旋转。我刚刚前面就讲了。华尔兹其实不光是华尔兹啊，其他舞所有摆荡舞，这个 standing spin 都是男生是轴，女生绕着男生转的，看到了吗？男生其实是自己在右脚是个轴，是在右脚上面轴转的，而女生是一直向前绕着男生转的。而在维也纳里面是男女的步伐都各自有步伐，男女步伐都是一样的，女生的步伐跟男生的步伐和脚法一模一样，只是反过来的，男生是先前旁前再旁后旁，而女生是女生切合起来之后先做的旁后旁前旁前。华尔兹的团团转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那个脚掌算不落根哈，那个脚掌立起来，它是真的是立起来，它的力量是 standing spin 是往上走的。而维也纳看上去也是在中间的团团转，但是它的力量是压在下面的，就像我们华尔兹和维也纳的右转。我之前在讲维也纳右转，我在讲升降的时候我都说过，不可以最后并脚，不是立起脚跟然后再下降，不是华尔兹的方式，而是全脚拖回来。那前进的一方虽然是脚掌收回来，但是那个脚跟只是轻轻的，只是离开地板一点点。为什么？因为维也纳的速度太快了，你没有过多的时间升得特别高再降下来，那你就会感觉是这样，像挑担子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平的。所以那在我们这个 Flicker 这个中间团团转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几次掌根，那个掌根从侧面大家看这个掌根，其实感觉这个脚其实是平的状态，并不是掌根，不是立起来再落下来的概念，而是其实我出脚是平，但是只是说你不可能说真的这样全脚这样平的这么着地，对吧？所以你会有一个从脚掌再先落脚掌再落脚跟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脚基本上你们能看得出来，我这个脚只有一点点离开地板。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出现了几次的这个掌根都是这个概念，大家看一下哈，出来就已经是掌根。当然脚掌支撑的这个步伐女生出来先是跟掌是正常的哈，然后第二步脚掌支撑它不落跟的这种还是正常，脚跟抬起来。但是看这种打开它会有掌根的这种顺序的这种步伐，并不是立起来放下来，而是基本上是平脚，是平脚的状态。然后 OK 第4步也是掌根，对不对？不是立起来落下来，不是立起来落下来，而是就是脚平的状态，然后掌根落下来，那个脚跟只是离开地板一点点，然后脚掌支撑，然后最后一步又是只是离开地板一点点，掌根落下来。所以大家就是记住，在整个步伐里面的，在整个这个动作里面的脚法，只要出现掌根的动作的时候，它一定是就是脚平的位置落根，而不是立起来落根。男生也是一样，看着 4 5 6，然后
掌根平的，掌根，看到了吗？然后根掌根，而不是掌根出来，可以跳成我们双人彼此中间有一个中心轴。那怎么样可以跳成我们两个人一直对着这个中心轴呢？第一点，不要去两个人哈，不光是女生，男女，第一点不要想着去追着对方走，不要想着追着对方走，而是这个步伐想着是离心力走。来，早晨，就是如果我们不贴身体 4 5 6，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有离心力，是有离心力在跳这个步伐，离心力跳这个步伐，千万不要去追着对方去移动，能明白吗？这个步伐一定是用离心力去跳，这是2 3 4 5 6 1 2 3。女生是不是在1的时候在做左脚的跟掌，对吧？那男生切合起来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男生是不是在4，是不是在4的时候在做跟掌的动作，对吗？同学们，1是女生在做左脚跟掌那一下，向旁跟掌；4是男生在做左脚跟掌的那一下，跟掌，对吗？同学们？然后什么打错了？然后 OK， 那为什么在跟掌的那一下是最强的？那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换句话来说，为什么会在左脚那一下要求用跟掌？首先在维也纳的节奏里面，不光维也纳啊，所有音乐都是一样，正常都是第1拍和第4拍。对于3拍的音乐节奏来说，1和4是最强的；对于4拍的节奏来说，是1和5是最强的，对吧？那维也纳是3拍的，所以它1和4是最强的。那怎么样可以让它脚法变得更强？大家想想，我们正常的移动，最简便的移动，是不是第一位跟掌会强过高位脚掌前进？大家想一下，是不是你们用跟掌移动，你们的力量会比直接用脚掌移动的步伐力量会强很多，对吗？对吗？大家想想是不是？对的，小课知识，非常的小课，对吧？大家一定是跟掌的速度强过于脚掌移动的速度，所以说这个步伐，首先，这个步伐它一定是根据它的音乐的强弱来去分配我们的脚法的，所以 1和4我们就会用跟掌来做。那为什么在左转的 flaker 和右转的 flaker 脚法又不一样？因为那又是根据我们双人的身位，就像我昨天有讲维也纳左转和右转的这个身位接触又是有关系的，那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在双人贴身位是右边对着右边，对吧？那我们是不是说过右边贴着右边，那不管是男生的左侧身体还是女生的左侧身体都属于外圈的，都属于外圈。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右转系列的，我们昨天是不是就有练右转系列动作需要把你们的外圈身体包过来，是不是外圈身体可以是包进来的？右转是不是可以包进来？因为我们要把外侧跟进来，不会影响右边的轴，但是如果左边的转，如果你包进来，就会把我推倒，所以就不可以左转系列就不可以用跟掌那一下向旁去过强的去推动舞伴，但是右转系列，因为你要把你的右边要包的，要把你的左侧很强的跟上来这个惯性。所以那右转系列就可以把这个力量用得更强一点。那如果再把这个力量用得更强的时候，你用脚掌，你就没办法
去变得很强。为什么？用脚掌已经把你的最远的位置已经给固定住了。但是你用跟掌，你是不是可以？你用跟掌，你的脚是不是还有一个长度？你还可以继续去移动，去接收这个力量，可以理解吗？所以说，在这个步伐，为什么左转的时候向旁那一下不要跟掌，而右转向旁那一下需要跟掌？就是一，因为音乐的强度；二，因为双人身体左转和右转系列联系到我们昨天讲的，它是不同的方式的。就是因为右转它的左侧身体是在外圈，它是需要包进来跟上来，它的力量会更强一些。那更强一些就需要大家用跟掌去接收更强。下面来学习一下维也纳华尔兹左团团转，由杨正英老师讲解和演示。注意，左团团转与向右转的步伐相同，只不过方向相反。由于舞伴间的中心轴在右侧，右团团转看上去更加自然平滑，所以右团团转比左团团转更加常见和实用。原地碎步转，双人分解。我们完成起始位置之后，那需要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腿处于交叉状态的时候，对方一定要处于两个脚分开的位置，所以一个人交叉，一个人打开。看一下第一步，女士分开，男生交叉；第二步，女士交叉，男士分开；第三步，男士交叉，女士分开；第四步，女士交叉，男士分开；第五步，男士交叉，女士分开；第六步，女士交叉，男士分开结束。接下来我们合着音乐为大家完整的演示一遍。